小提琴公主乔新月的演奏会圆满落幕，庆功宴上觥筹交错，众人围着乔新月与钢琴王子陆景，眼神暧昧。而角落的阴影里，我独自喝着饮料，无人问津。没人知道，我才是乔新月名正言顺的正牌男友，一个被他藏在幕后5年的小透明。宾客们举杯起哄：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是不是好事将近啊？到时候可得请我们喝喜酒。就是啊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乔新月嘴角带笑，漫不经心瞥了我一眼。一定会的，到时候大家可一定要赏脸。他当着正牌男友的面，坦然默认与别的男人的婚事。我握着杯子的手指泛白，5年付出如鲠在喉。我放弃梦想，自学音乐为他提供灵感，打理工作室琐事，包揽他的衣食住行，却连一个公开的身份都得不到。我缓缓起身，悄然退出宴会，指尖在手机屏幕上按下了那个熟悉又久违的号码。我的声音平静却坚定吧，我愿意回来接受联姻。半个月前，爷爷生日宴前夕，我特意提前买好机票，想带乔新月回京北尽孝。爷爷身体日渐衰弱，唯一的心愿就是看到他成家立业。可无论我怎么央求，乔新月都以演奏会为由拒绝。宋妍，你能不能分清轻重缓急？我要为演奏会做准备，哪有时间陪你回去？你是觉得我的事业还不如一个生日重要？我低声祈求：新月，爷爷年纪大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……乔新月面色骤冷，又不是马上就要死了，着什么急？要回你自己回。我呆立原地，心如冰窖。后来我才看到陆锦的朋友圈，9宫格照片里，乔新月陪着他看日出、吃法餐、蹦迪，配文写着演出前的放松，就是跟最爱的人一起放飞自我。明明离演奏会还有半个月，他有的是时间陪别人，却吝啬给爷爷半天。妈妈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：儿子，他如果真的爱你，怎么会让你一次次失望？时间挤一挤总会有的，就看有没有心。我终于明白，自己在他心里从来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。庆功宴的第2天清晨，我正在餐桌吃早餐，乔新月才发丝凌乱，衣衫褶皱地开门进来。他昨晚跟陆景在酒吧包厢沙发上凑合了一夜，却没有丝毫愧疚。乔新月进门后抱怨：你昨天晚上怎么不去接我，害得我跟阿景遭罪。我淡淡回应：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结束，便没打扰。快去洗漱吧。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上前关心，也没有准备他爱吃的早餐。乔新月皱起眉头，感觉到今天的我格外反常，不追问，不劝解，安静得像个陌生人。这时，乔新月的手机突然急速响起，陆景在电话里带着哭腔：新月，我的手又开始疼了，我好怕影响之后的表演，我会不会一辈子都不能弹琴了？乔新月的声音瞬间变得温柔焦急：不会的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医生，你别担心，你可是钢琴王子。挂了电话，乔新月转头对我解释，语气带着一丝心虚：阿金手伤又发作了，昨晚还喝了酒，你知道的，他的手当初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，我不能不管他。我起身拿过他的包递给他：去吧，我都懂。我心里清楚，当年是因为我被事情耽误，没能及时接乔新月，他路上遇到抢劫，陆景英雄救美，却落下手伤后遗症。从此乔新月对陆景形影不离，圈子里的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，他从未否认。见我毫无情绪，乔新月连忙抛出定心丸：等演奏会圆满结束，我就抽时间跟你回家看爷爷，别生气了。而且我会在演奏会上宣布你才是我男朋友，省得他们老是开我跟阿景的玩笑。他说这话时，嗓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娇羞，哪里有半分反感。我面无表情的点头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身份，却在决定抽身时才姗姗来迟。5年里，我为他放弃一切，默默在幕后付出，可他连最基本的尊重都给不了。这场演奏会就当是我们感情的落幕吧。演奏会当天，全网都是乔新月与陆锦的热搜。金童玉女神之对是钢琴王子小提琴公主合体的词条霸占榜单。视频里，2人无意识的对视被网友奉为经典，可没人知道，
陆锦所谓的原创钢琴曲《朝阳》根本不是他的作品。2年前，陆锦工作室发布《朝阳》，我震惊地发现，这首曲子与我送给乔新月的原稿旋律一模一样。那是我特意为乔新月创作的，曲谱只给过他一个人。我拿着原稿质问乔新月：“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曲子给陆锦？这是抄袭？”乔新月毫不在意，甚至嘲讽：“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？给我了就随我处置。阿锦最近缺单曲，我就给他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当年要不是你，他的手怎么会受伤？一首曲子我还嫌不够呢。”我不敢置信，你作为音乐人，难道不知道这有多恶劣？乔新月瞪着我，发出警告：“你不说就没人知道。”我没有争辩，早在学音乐时，我就注册了账号燕颂，将所有创作都发了上去。朝阳的发布时间比陆锦早了整整3个月，只是当时账号不火，没人关注。我知道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。表演结束，主办方准备了宴会，在庆功宴现场，众人围着乔新月和陆锦起哄。陆锦挑衅地扫了我一眼，转向乔新月：“这要看新月的意思，我一切都听他的。”乔新月羞涩地笑着：“一定的，这些年我跟阿锦多亏各位观众，希望到时大家一定赏脸。”我垂下眼眸，嘴角勾起一抹苦笑。之前我一次次在他和陆锦之间妥协，他却一次次选择伤害。忘记约会，关心陆锦胜过生病的我，把我的心血当成人情送给别人。够了，真的够了。我悄然退出宴会，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爸，我决定了，我愿意回家联姻，您帮我准备吧。电话那头的父亲又惊又喜，连忙叮嘱我好好处理与乔新月的关系。挂了电话，我只觉得浑身轻松，转身走向洗手间，却迎面撞上了陆景。陆景语气轻蔑：“原来宋先生还在啊，我以为你早就羞愧离场了。任谁听见自己女朋友要嫁给别人，都会无地自容吧？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新月爱的是我，你要是还有自尊心，就主动退出。”我嗤笑一声，那就预祝陆先生早日得偿所愿。我懒得与他纠缠，径直走进洗手间。等我回到宴席，乔新月正被众人围着高谈阔论，见到我时眼睛一亮，刚想开口就被陆锦拉住敬酒。我冷冷一笑，发了条分手短信给乔新月，便直接离席。回到与乔新月同居的出租屋，我开始整理行李，但我的东西少得可怜。5年时光，我的生活几乎全是围绕乔新月打转。毕业后就帮他打理工作室，包揽所有琐事，只为让他安心搞音乐。可自从陆锦回国，他的心就彻底偏了。我曾无数次提醒他避免捆绑营销，他却斥责问我没有感恩的心。如果当初不是阿锦，受伤的可能就是我，我再也不能拉琴了。我会尽一切努力帮他，这是我欠他的。我摇了摇头，将回忆抛开。乔新月又是一夜未归，我也没有像往常一样等他。第2天，我去工作室交代后续工作，同事们纷纷围上来八卦乔新月与陆锦的关系，只有助理悄悄担忧地询问我：“宋哥，你和新月姐？”我坚定地对他说：“我准备跟他分手了。”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，工作室也是你的心血，你真的甘心？浪费了这么多年，是时候为自己打算了。以后我的人生再也没有他了。然后我拿上自己的东西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付出了几年的地方，毫无不舍地离开了。回到家时，乔新月已经在等着我。乔新月着急地解释：“宋妍，昨天那种情况我不能驳了阿锦的面子，要是介绍你，会让他颜面尽失的。你别生气，我特意排了2个小时队，买了你最喜欢的蟹黄包。”我看着凉透的蟹黄包，内心冷笑：“没关系，我没生气。”哼，我根本不喜欢吃蟹黄包，喜欢的人是陆景。乔新月连我的喜好都记不住，见我自顾自收拾行李，乔新月更加慌乱，拉着我的手提议庆祝即将到来的纪念日。我愣了愣，他居然还记得。然而纪念日当晚，我在餐厅等了整整3个小时，乔新月始终没来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。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陆景发来的视频。
视频里，乔新月的父母围着陆景夸赞不停，商量着两人的婚期。乔新月满脸羞涩，毫无不悦。我过来的还附带一条短信：新月带我见父母了，他心里根本没有你。今天是你们的纪念日吧？你等不到他了。作为男人，你实在太失败了，劝你主动离开，别到最后颜面尽失。我冷笑着关掉手机。我也曾见过乔新月的父母，但是他们嫌弃我是个没背景的小喽啰，配不上书香门第的乔家。为了不让乔新月为难，我从未表露过委屈。如今是时候彻底告别了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回家拿上行李直奔机场，将手机卡扔进垃圾桶。从此过去种种，再无瓜葛。回到京北，我的归来让爷爷精神大好，老人家心心念念的就是看到我成家立业。父亲安排了与周家的饭局，商量联姻事宜。周家千金周婉10几岁时与我见过一面，如今已是知性优雅、雷厉风行的女总裁，将自家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饭桌上，两人相谈甚欢，婚期很快定在了1周后。结束后，我邀请周婉看电影，途中周婉突然提起了我的音乐。你以后还想做音乐吗？我感到惊讶，你怎么知道？周婉温柔一笑，自己的未婚夫当然要了解，我知道你有个账号叫燕颂，你很有音乐天赋。被人认可的感觉让我欣喜不已。这些年，我的音乐才华只被乔新月当作工具，如今终于有人看到了我的价值。我告诉周婉，音乐只是爱好，结婚后我会接手公司，让父母安心退休。两人越聊越投机，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。与此同时，宋家和周家官宣联姻的消息引爆热搜，两家强强联手的新闻刷屏全网，网友纷纷猜测宋氏继承人的身份。而另一边，乔新月终于发现我找不到了，他打不通我的电话，只看到那条分手短信。纪念日当晚，他被父母逼着陪陆景吃饭，结束后匆匆赶到餐厅，却发现早已关门。回到家，漆黑的屋子空无一人，我的东西全都不见了。那一刻，乔新月才真正慌了。这么多年，他从未真正了解过我，除了知道我是京北人，其余一概不知。他只能安慰自己，我只是生气了，找到我，给我道歉就好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早已开启了全新的人生。我与周婉的婚礼在如火如荼地准备着。我借着空隙，花了1天1夜创作了全新曲子《挚爱》，打算在婚礼现场送给周婉作为新婚礼物。婚礼前3天，网上突然爆出重磅新闻：钢琴王子陆景抄袭。钢琴王子陆景抄袭燕颂朝阳，原作者是燕颂，音乐圈耻辱。陆景铺天盖地的热搜让陆景瞬间从天堂跌落地狱。网友扒出燕颂的账号，发现朝阳的发布时间比陆景早3个月，证据确凿。我正疑惑是谁爆出了这件事，周婉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周婉语气轻快：怎么样，有没有很解气？这是我送你的新婚礼物，就当为你报仇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内心感到温暖。这件事是你做的？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你是我未婚夫，我当然要护着你，而且我远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。被人毫无保留地保护着，这种感觉我从未体验过。我感动不已，更加珍惜眼前的周婉。婚礼前1天，两人受邀参加一场慈善晚会，没想到乔新月竟是演奏嘉宾。这一次，他的身边没有了陆景，而我也不再是那个躲在后台角落的小透明。我坐在观众席的正前方，身边陪着周婉。乔新月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眼底星光闪烁，演奏时差点拉错音。表演结束后，我在外面等周婉，却先遇上了乔新月。乔新月脸色苍白，眼泪溢满眼眶。阿言，你去哪了？为什么不告而别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好久？那天我不是故意不去纪念日的，我是被骗的。你看，我连礼物都买好了。乔新月手忙脚乱地从包里拿出一枚戒指，拉过我的手就想往上戴，却发现我的左手无名指上早已戴着一枚戒指。他愣住了，颤抖着抬头：这是什么？谁让你戴的？周婉从身后走来，语气淡然：我让他戴的。
见到周婉，乔新月一脸诧异。他认识周婉，知道她是周家千金。看着两人亲密的模样，乔新月突然反应过来。乔新月瞳孔骤缩，难道你是宋氏的继承人？乔新月猛地拉住我的手，满眼后悔。阿言，我那天真的是被爸妈骗去的，我不知道阿锦也在。我后来去找你了，可你已经走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见你家人吗？现在我来了，我们马上回去看爷爷好不好？我冷冷拂开他的手，不必了，我要结婚了。从前种种早就过去了，以后你好好拉琴，别再跟陆景扯上关系。提及陆景，乔新月的眼里闪过一丝心虚，却还是开口求情。阿锦因为抄袭的事情精神很不好，当初那首曲子是我给他的，你能不能发个声明帮帮他，就说是你送给他的，没有抄袭这一说。我知道对不起你，但他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，我不能丢下他。看着这个自己爱了5年的女人，如今为了另一个男人低声祈求，我心中最后一丝温情也烟消云散。周婉冷笑出声，真想看看你的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他凭什么要帮你？燕宋能有缘谱子，肯定是你认识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让他帮帮阿锦好不好？我厉声打断，不好。乔新月怔怔地望着我，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。因为我就是燕宋，我是不会帮他的，你死心吧。乔新月张着嘴，呆愣了许久。我温柔地牵过周婉的手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周婉回头冷声提醒：我劝你擦亮眼睛，好好认识一下陆景，他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路上，我好奇地询问周婉那句话的意思。周婉将查到的真相告诉了我。当年乔新月遇到的抢劫事件，根本就是陆景自导自演的。他故意让人恐吓乔新月，再上演英雄救美，就是为了攀附乔家，利用他的音乐资源铺路。他的手也根本没有受伤，全都是苦肉计。我听完只觉得无比可笑，自己竟然为了这种谎言自责隐忍了这么多年。我与周婉的婚礼如期举行。婚礼当天，现场宾客云集，气氛温馨浪漫。当我牵着周婉的手，准备戴上戒指时，一个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。乔新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阿言，我来嫁给你了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现场嘉宾面面相觑。乔新月想往我父母身边跑去，却被保镖拦了下来。叔叔阿姨，我才是你们的儿媳妇。我看着他，眼中没有丝毫怜悯。周婉挥手示意保镖将他赶出去。乔新月没想到我如此绝情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种事，最终只能狼狈离场。仪式继续进行，我与周婉在众人的祝福下相拥而吻，挚爱的旋律缓缓响起。这一刻，我知道他终于找到了真正值得珍惜的人。结婚后，我彻底接手了公司事务，父母乐呵呵地出去周游世界，爷爷的身体也日渐好转。一切都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，而乔新月的日子却一落千丈。婚礼抢欢的闹剧被记者拍下，新闻曝光后，他的口碑彻底崩塌。网友纷纷指责他脚踏两条船，在陆景出事后果断撇清关系。后来，乔新月将陆景告上法庭，控诉他欺诈，两人反目成仇，闹得你死我活。陆景被逼急了，竟然当街开车撞向乔新月。最终，陆景当场被抓，乔新月的手重度骨折，医生说以后会严重影响她拉琴。这个曾经的小提琴公主彻底跌落谷底。半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乔新月父母的电话，他们苦苦哀求我去见见乔新月，为当初对我的态度道歉。原来，乔新月受伤后一蹶不振，再也不想拉琴，甚至连琴都不愿多看一眼。她每天坐在病房窗前，呆呆地看着日升日落，嘴里反复念叨着我的名字。我严词拒绝，不必了，你们还是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吧。我挂了电话，转身走向正在沙滩上等着我的周婉。周婉拿着我创作的挚爱参加比赛，一举拿下冠军。而燕宋的身份曝光后，也彻底成为了网友心中的创作天才。两人躺在金色的沙滩上，看着太阳与地平线交汇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些不堪的过去早已随风而逝，
未来的日子里，只会有彼此相伴的无数个美好明天。